Hello，大家好。那么今天跟大家简单来聊一聊，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话题。大概的内容呢是关于效率成瘾的。我们先来打开我的内容，这里是大概准备一下，简单用这个 Run Research 的一个插件，也就是我做的这个主题来简单列举一下 PPT。那么话题就是我是如何艰难的克服效率成瘾的。那么第一个要讲的是效率工具它的两个属性，第一个是它的玩具属性，第二个是工具属性。作为一个效率工具爱好者，也是一个效率产品的从业者，天然的就会去把玩各种各样的 App 或者是软件。那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打开 Firefox 的扩展商店，玩各种各样的插件，甚至连玩插件都能够玩上一个通宵，当然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而工作以后还是会定期下载手机的很多 App， 会去 Apple Store 里面或者是应用商店里面试用各种各样新鲜的 App， 经常会有限免啊，或者是最美应用啊这样的平台，经常去看我各种各样的应用。让我来把这个放大一点。OK， 那么后来越来越意识到效率成瘾，或者是 productivity porn， 也就是效率色情。那么其实这个词最早是在《生活黑客》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讲到说 porn 这样一个词，其实是对某件事情上瘾的这样一种描述。不只是说对色情内容上瘾，而是你有可能你对其他的像是生产力工具，或者是追求很多各种各样的时间管理方法等等，都可以称之为 porn。像武侠或者是枪战动作片，其实也是一种 porn。就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的商业片，其实最重要的卖点就是那些在赛道上的追逐戏，或者是动作类的打斗戏，让我们自己产生一种代入感，就像自己能够拥有主角那样的能力。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当我们使用效率工具的时候，就很可能认为当自己掌握某项工具的时候，会像其他使用该工具的人那样厉害。但其实现实往往会打你的脸，哪怕你用上最贵的 GTD 工具 OmniFocus或者是 Run Research， 你可能也还是只是在把它当成一个玩具，而不是真正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其实工具也有一种执念，当你不断的去追求新的工具，追求新的应用，一直在忙于磨刀，却一直没有去砍柴，所以说就一直没有推进自己的项目。那么我找到的第一个克服效率成瘾的办法，就是一定要区分当前自己是在玩玩具还是在用工具。当我们在玩玩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段时间尽可能的去发现更多的应用，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少数派里面就有很多的文章会教大家如何去使用工具，或者是就像大家看 Vlog 或者是测评类的视频时，其实你也是在一种玩的属性，因为这个时候你也会将自己带入进去，而这个时候其实你只需要享受玩玩具或者是看别人玩玩具的快乐就好。而当你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把事情做完， getting things done。 第二个点是 create before you consume。 我每天都会在使用 RSS 或者是 Twitter 来刷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很多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些信息都是你的消费品，对吧？那当我去消费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能得到什么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在我消费它之前，我自己能不能先输出？这里呢，因为现在是 Web 2.0 时代，所有的平台都在鼓励创作者在他们的平台上创作，而他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推荐来引诱人们去消费他的信息，创造属于他的、属于平台的
商业价值，尽可能的赚取你的注意力。在这个流量经济时代，你会发现最典型的就是宠物、小孩以及性、打擦边球的各种信息都在抖音或 TikTok 盛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注意力驱动的商业时代。而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在你消费之前去创作。而这一点上，我特别期待于 Web 3.0 的到来，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 publish more。就像我在读文章的时候，我也会想，当我看了这篇文章，准备消费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对当前内容有没有什么评价呢？其实我也就会直接在作者的文章下面进行评论。比如说这篇文章提到了他的一个工作流使用到 Qbox、Flomo 以及思源笔记，那我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你需要的不是一个 Flomo， 而是与自己对话；你需要的也不是一个 Qbox， 而是听别人讲话。那么你需要的也不是一个思源笔记或者 Run Research， 而是说话给别人听。那么就这样一段话，我会把它直接放到这篇文章的底下，当然我也会把它保存下来，放到 Telegram， 通过 Telegram 直接发送到 Run Research 里面。还有更多的是需要交流，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下面也有所评论，作者总结了自己的一个工具流。当我学到了什么，我也会直接告诉作者我从他的文章当中学到了什么，这也是一个即时的输出。我自己的笔记法称之为春夏秋冬：春天播种收集，夏天除草规整，秋天收获输出，冬天储藏归档。通常来说也会引起作者的更多讨论。那么回到我们这个 create before consume， 我们也可以从哲学角度来说，当你需要消费内容的时候，你创作的内容也会引发其他人的注意。那么 create before you consume 其实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好，那么看下一个点，重器轻用。这个其实是张玉兴老师提出来的一点。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每一款工具都有它的独特的地方。我之前有在一期 Run Research 的 newsletter 里面提到过，我们之所以用某一款工具，一定是因为它那 20% 特别吸引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使用到它最重要的 20% 的功能即可。就像在 Run Research 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block reference。比如说我来找一下这里我可以引用的一个内容，我就可以把我需要引用的内容快速的粘过来，然后打上我想做的标签。就像 Tim Ferriss 提到，我们在2022这个新年季不要去做那么多的新年愿望，雄心勃勃的觉得自己新的一年会有新的改变。但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是什么样，去年是什么样，有多大差别，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所以说大家应该多做 past year review， 也就是过去一年的回顾。具体怎么做，后面的视频我可能也会提到。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用好重器的 20%。 Research 里面最重要的是 block reference。 然后对于 DevSync 来说，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 search。 比如说我们来查一下重器轻用，然后呢我就可以搜到我在 DevSync 里面所有关于重器轻用的信息，而这个速度是搜索极快，并且在右侧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展现的区域，让我们快速知道哪些地方有相关文字的一个出处。其实我就能找到之前所有提到该内容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常常把 DevSync 比作是一栋楼当中的地下室或者是楼阁。当我们需要找什么内容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去找。虽然说平常不会去楼阁里面翻东西，但只要它搜索起来很快，你就能够快速的去找到它。就像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其实是在我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快速记录它的一些想法，
我们可以打开这篇原文，这个是一个飞书文档，作者翻译了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可以在这里直接划线，比如说写作具有3个属性，然后我可以直接用 Diigo 在这边写下新的内容。过了一会儿，它就会保存到 DevSync 里面。那你也可以知道，在 Diigo 里面也有大纲的功能，并且呢，你可以直接把右侧的内容拖进来，直接转化进来。但为什么我不去用它？就是因为它虽然有，但是做的并不够极致。而我通过 Diigo、DevSync、Research 这样的工具，可以有自由的组合。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好这个软件最特色的20%的功能。而自由组合这一点，其实就是 Unix 哲学。这里可以在接下来我们讲效率思维的时候再展开。好，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想克服效率成瘾，不要去追求一个软件 all in one， 而是用好每一个软件最有特色的20%，然后通过自由组合的方式把它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你要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产出4点：流程化、标准化、自动化。我们前面提到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而注意力意味着我们要专注，专注意味着我们直达目标，而中间的部分其实就是减少浪费。什么是效率？其实就是在减少浪费。而如何减少浪费，就是要尽可能帮我们要做的事情自动化起来。对于我们做事情来说，特别是效率工具来说，最好的状态是不要接触它。只有当你不用接触它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吸引注意力。那么这里我来讲一个 DevSync 的用例，比方说每次我需要去切换这个视图显示在左边还是右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快捷键，它现在的快捷键是 Command5、Command6、Command7， 这个显然不是很好按，而它默认的 Command1、Command3 我却一般用不到它。所以说我们可以来把它标准化，然后自动化起来。比方说当我们在 DevSync 里面按下快捷键 Command1 的时候，我希望把它转换成 Command5。让我们来试一下效果。当我按下 Command1，它现在其实按的应该是 Command5，对吧？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按下 Command2，按下 Command2，然后给它分配一个新的快捷键 Command6，再复制一个 Command3。那么现在的话，当我按下 Command1、Command2、Command3，它就是我希望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一点来说，首先我们要去总结自己常用的一些操作，然后把自己的操作标准化出来，从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像 BetterTouch Tool 这样的自动化工具来保存你的自动化流程。在 DevSync 里面最常见的有2个东西，一个是 Workspace， 比如说我总是打开我的高亮视图，比方说这里有我的网页高亮，然后按下快捷键 Command Enter， 这就会跳转到下一个我收藏过的内容，但是没有重复阅读的内容。按下快捷键，这样的话就会以一个视图的方式来帮助我去回顾我在 Diigo 里面所阅读过、所高亮过的内容。而这个视图在我平常用的时候并不会打开它，所以说我可以通过一个 Workspace 的概念来添加，比如说这里可以添加为 Diigo Reader Review Reader。这样的话，每次我需要启动它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里选中 ISS Reader，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形态。然后我回到刚刚的 Diigo Reader， 它就回到我刚刚 Diigo 的一个回顾状态。另外一个是它的 Smart Rules， 比方说我要 filter 所有重复的内容，或者是我可以自己新建很多自动化的规则，让它自动帮我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或者是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Keysmith。 这个软件很神奇，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工作流，并且你可以录制它，录制的时候可以模拟你所有的这些点击事件或者是快捷键操作，
然后当你再次运行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帮你自动执行这些操作。比方说这里有一个 super 的一个内容，我选中它，按下快捷键，它就会帮我自动打开 Telegram， 然后把这个链接粘贴到这里。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再粘贴一遍我复制的内容，然后再写下我自己的留言，发送过去，就可以进行一个速记。而这里所有的内容其实都会保存到我的 Run Research 里面，就像刚刚的 Super 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个是借助于工具来帮助我快速达到自己想达到的一些目的。比方说刚刚的收集 Fleeting Note 和一个阅读的流程，都可以先把它流程化出来。通常来说，你可以用看板来标识它，比如说 To Do， 然后呢，你再去想，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哪些地方可以优化，从而减少它们之间的一个重复劳动，也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减少工具的不必要操作，提高效率，其实就是减少浪费。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克服效率成瘾，你还需要一个防崩溃机制。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daily note 最为典型。我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而这崭新的一天能够帮助我重新开始，不管昨天做的有多烂，我今天面对的都是一张白纸，而这张白纸等待我去书写，写下新的内容。而我一天当中会先以 objective， 也就是目标为核心来写下我所有的内容。而还有一项就是刚刚演示过的 Quick Capture， 也就是我在 Telegram 里面记录下的这些内容会自动同步到 Run Research 的 Quick Capture 这一项。就像今天看到的 Twitter 内容，或者是我记录下的一些网页摘抄内容，或者是我在手机端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这部分，它都会自动放到我的 Daily Note， 而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开始，避免我去崩溃。每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另外一个是 PARA， 它里面有一个归档，而归档这个意义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会把所有内容都归档到我的 DevSync 里面，我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推文，然后也可以看到所有的笔记，然后也可以看到我所有的高亮，还有就是我发布过的博客或者是 newsletter， 它都会归档到我的 DevSync。 只有当你归档之后，一切才可以安心，也就是你可以防止自己崩溃。而防崩溃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也是意在帮我们创建一个对外的接口。这里其实很有趣啊，我在 DevSync 里面搜索东西，经常会搜到一些其他领域毫不相干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里其实是领域驱动设计软件架构里面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我在读少数派的信息管理专栏里面看到的。而这个防崩溃层在软件架构里面其实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可以把防崩溃层看作是客户模型来的一个服务，它抽象了我们在一个范围内会如何去使用它，可以理解为一个 Facet， 也就是一个适配器。而这样一个适配器在包装之后就可以安全的裹住过网。这个有一个概念叫安全网，就像我们在高速路上会遇到旁边的滑坡，而这些滑坡上往往会通过铁丝网的方式固定住山坡的泥土，防止它崩溃下来。虽然这些泥土可能已经很散很乱，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有勇气重新开始，每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好，那么我已经把整个一篇文章讲完了。讲完之后，让我回到普通的模式，放大一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整篇文章给它复制到当前这个页面了，而不用放在我的 Daily Note 里面了。然后呢，我把它设置一个标题，大家还记得这3个、4个、5个点吗？
第一个点是玩具属性 vs 工具属性，我们要破除工具的执念。好的工具虽然会让我们有一种代入感，好像自己拥有了这样一个工具之后就会变得很厉害，但其实只有把它真正的当成工具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推进项目，改变你的生活。玩的时候就好好玩，用的时候就发挥工具的极致。第二点就是 create before you consume， 我们要尽可能在消费之前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更多的去发布，更早的去发布。那么创造其实是为了得到你自己更想消费的东西，也就是己所欲，先施于人。第三点是重器轻用，我们不要去想着在一款软件、一款工具上 all in one， 而是要用好每一款工具的最具特色的 20%， 然后通过自由组合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彼此配合起来。同时它也呼应了第一点，我们也可以去尽可能使用更多的工具，满足自己的工具贪玩的心态。第四点是，当我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相互配合之后，我们要将它基于写作或者任务管理、目标管理等等的流程梳理出来，将它们标准化起来，形成 SOP。 这样的话，你才更有可能通过自动化工具将它们组合起来，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就能够直达目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我推荐大家可以用看板的方式把它梳理出来，然后尽可能缩短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的步骤。最后一个则是防崩溃机制，我们通过 Daily Note 的方式来让自己意识到每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每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用去担忧过往都被安全的包裹了起来，让我们更加有勇气的出发。过去没关系，今天我们可以再次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类似闲谈的一些节目。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当我做完这期视频之后，这个文稿所有的内容其实就可以配合我所说的视频字幕，也就是通过自动化识别的方式产生的文稿，再配合我记录下来的这些关键点，而自动导出为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基本的结构已经有了，我剩下的只需要去补充跟它有关的一些内容和插图，插图可以直接来自于我视频的截图，那么这篇文章也就能够非常快速的产出了。这也是我为了打造令人满意的个人知识工作流所做的一次尝试。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不要忘记3连，谢谢大家。